什么是敬拜？敬拜不只是音乐。周六晚上，世杰站在灯光闪烁、音乐震耳欲聋的教会主堂内，前方是举着麦克风热情高唱的敬拜团，后方是成百上千高举双手跟着跳跃呐喊的会众。荧幕上闪过歌词：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。世杰皱起眉头，心里有点困惑，这是演唱会吗？还是某种宗教仪式？这样就叫敬拜神？他是刚受洗的新基督徒，对信仰充满热情，却也充满问号。特别是敬拜这件事，他一直以为那就是唱歌给神听，但他越来越怀疑，敬拜真的只是这样吗？还是有什么他还没发现的更深层意义？他的心里隐约知道，如果这只是表演，那么他很快就会腻了。但如果这是一条与神建立真实关系的道路，他不想错过。这堂课就是为了像世杰这样的信徒而写。敬拜是信仰中一条最被误解，却也最能让人遇见神的道路。许多人刚接触基督信仰时，很自然地把敬拜当成聚会前半小时唱唱诗歌的热身活动，甚至在教会中也常听到敬拜组、音控组、主领等等词汇，好像敬拜就是一个音乐节目，一场表演。但这个理解其实就像是把结婚典礼当作婚姻本身，敬拜绝不只是形式，它是一种回应，对神的爱、神的真实、神的救恩的全人回应。希伯来书12章28节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这里的侍奉原文其实就是敬拜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敬拜是从一种感恩的心出发，向神献上的整个人。敬拜是生活的态度，不是音乐的片段。想象一下，一位母亲每天清晨5点起床，为孩子准备早餐，叫醒他们，送他们上学，下班后再准备晚餐，陪写功课，陪聊天。这一切他都没有开口说我爱你，但他的生活就是一种爱的展现。敬拜也是这样。罗马书12章1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句话打破了我们的既定印象，敬拜不是某个场景，而是一种活祭的生活方式。每天的选择、言语、工作态度、家庭关系、处理冲突的方式，甚至使用金钱的方式，这些全部都可以成为敬拜。敬拜可以没有音乐，但不能没有心。有一次，一位敬拜团主领因为声音沙哑，临时无法带领音乐，聚会时决定只读诗篇、祷告，并且安静默想。结束后，一位年长姐妹泪眼汪汪地说，我今天好像真正敬拜了。这不是说音乐不好，而是说音乐不是敬拜的本质，心才是。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3节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这段经文令人震撼。耶稣指出，敬拜不需要受地点限制，不一定要在山上或圣殿，而是要真诚、全心的与神连结。那么，音乐敬拜只是帮助我们进入这种连结的一种工具，它不是目的，而是桥梁。敬拜是你放下手机的那一刻，
有个大学生分享他的见证，有一次他觉得敬拜很难专心，总是想东想西，手也不自觉地滑起了手机。有一天，他决定不再使用手机敬拜歌词 App， 而是带着纸本的诗歌本，关掉网路。他说，当我刻意放下手机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敬拜的对象不是神，是自己的舒适。这一刻，他的敬拜才真正开始。敬拜是你放下手机的那一刻，是你放下自我中心的那一刻，是你选择信靠神，而非靠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一刻。敬拜是人生风暴中仍然说你是配得的。很多人以为敬拜只有在感觉良好、心情愉悦时才发生，但圣经里的敬拜许多都是在痛苦、挣扎，甚至绝望中发出的。约伯失去儿女、财产、健康，却仍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记1章21节。这句话不只是信仰的宣告，更是一场深刻的敬拜。在困境中，仍然选择说，神啊，我不懂，但我相信你，你仍然是我的神，我仍然要敬拜你。这样的敬拜胜过千万句欢乐中的赞美诗。敬拜不只是给神什么，而是让神得着你。许多人会想，我今天敬拜有没有感觉，有没有被触动，有没有领受？这些问题其实暴露了一个思维模式，敬拜的焦点是我，但真正的敬拜焦点是神。不是我今天有没有感觉，而是神今天有没有得着我。当我们进入敬拜，不是想要得着什么，而是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配得我全部的注意，全部的时间，全部的生命。那一刻，敬拜才真正开始。结语，从音乐走向生命。世杰后来再一次参加敬拜，他仍旧站在同样的舞台下，音乐依然响亮，灯光依旧闪烁，但他的心完全不同。他闭上眼，心中默默祷告，主，不管今天唱哪首歌，我愿意用整个人来敬拜你，我愿意用今天的选择来敬拜你，愿我整个人生都是你的敬拜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敬拜的核心不是形式，而是关系。不是你唱的有多大声，而是你有多真诚。不是你有没有举手，而是你有没有交出主权。不是你在周日的教会里敬拜的多激动，而是你在周一到周六里活得多像耶稣。敬拜不只是音乐，敬拜是你的生命对他说，你是配得的。